I love your life, Vera, because there are eras of Vera Wang. 跟他配合那个 pose， 我的手是搂了偶像的腰的。他其实不是服装设计科班出身的，他是读艺术史出身的，而且呢也不是这种设计名校。我想再透露一个行业内幕吧，就是其实在 fashion industry 里面做得好的、卖的比较好的品牌，它的创始人呢都不是时尚这个 fashion designer 科班出身的。37岁，哎，我也是37岁，那我这个人生干了什么？好像这样一比我就很失败。Well，hello，欢迎大家来到我频道。那这期视频的前半部分呢，我就是要给全世界大家安利我的偶像，著名的华裔设计师 Vera Wang 他的品牌故事和他的传奇的人生经历。那第二部分呢，就我订到的全部的他跟 Fabric 联名的试穿报告以及测评，我终于收到了所有 Vera Wang 和 Fabric 联名我订到的款。那话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很多人啊，35岁以后就有了中年焦虑、中年危机啊。像我本身今年是37岁，生活上呢还有一些事业、职业上面呢，确实是有一点焦虑的。比如说在公司啊，为什么还不升职啊？然后37岁了还没有做到总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样的焦虑？但是每一次我想到了我的偶像 Vera Wang 女士，我就不再焦虑了。前40年活的基本上就是大厂弃子，我这样说不知道他本人会不会生气，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前4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断跌倒、不断在被命运开玩笑的这么一个人。40岁开始创建了自己的品牌 Vera Wang 婚纱。那很多人到40岁呢，就已经就是中年焦虑，然后中年危机，就已经就是对人生已经看破了。他呢是在40岁开始创业的。有没有很励志？有没有很治愈的感觉？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生，那让我来给大家慢慢的讲解。说到 Vera Wang 呢，很多人都知道她是婚纱女王，她是一个70岁的冻龄的一个时尚界，美国时尚界的一个传奇啊。那最近呢，她在 Met Gala 的这个亮相呢，真的是这个惊艳众人啊！她的皮肤状态还有整个身材管理更好了，甚至比就是说我在3月份中旬的时候那次活动看到她那个皮肤简直更好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她的心态。她搂了我的腰嘛，我就是为了跟她配合那个 pose， 我也是我的手是搂了偶像的腰的。我搂她腰的时候，哇天呐，她那个腰，那个小蛮腰，那个紧致的线条，就她这个人生啊，你从她这个70岁的人生状态就可以看出来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 Vera Wang 呢，早年间40岁之前基本上是屡挫屡败。她早年拿的一个剧本呢，是这个失败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就是早年间她是被培养成一个这种奥运会的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选手来培养的。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成功入围奥运会，或者是成为一个职业的花样滑冰运动选手。19岁梦想破灭，她整个训练了大概有11年。在19岁那年呢，奥运选拔的这个花样滑冰锦标赛上呢，她落选了。大家试想一下，你的人生前10几年、11年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奋斗，然后一直每天日复一日的训练做准备，结果呢，在19岁那年落选了，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感觉天塌下来。而且对于一个19岁的这种小姑娘来说，没有一点的心理的这种素质啊，真的是就是天塌了那种感觉。但是她呢没有气馁，她从小虽然是生活在上东区，她出生是不差的，然后从小呢耳濡目染的受了这些环境的一些影响。为什么我老是提上东区这个词呢？确实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感觉到那种艺术的氛围啊熏陶，就真的有时很多艺术馆嘛，就大家都知道这个Met Gala Metropolitan Museum， 还有一些 Guggenheim Museum， 多这是最有名的两个，就还有其他的不知名的小 museum， 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看路人的穿着，每天你出门就是在看一场时尚秀这种感觉。所以呢，我觉得他从小这个跟着母亲耳濡目染，而且飞去巴黎看秀，给他未来的一个职业生涯是奠定了一系列基础的。但是小时候的 Vera Wang 呢，他并不知道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怎样的人生路径。虽然19岁落选了，他自己呢当时接受了一次采访，用他自己的话说呢，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大家想想这个这个句子，人生第一次感觉到死亡，在这个19岁的时候，那是对一个女生，这个小女孩多么的绝望的一次心理的沉重的打击。
意，结果呢，正常人就应该萎靡不振了，对吧？我们现在别说19岁了，我们最近这个裁员就中年裁个员什么的啊，那更别说她当时是一个19岁的小女孩，有一些机缘巧合呢，就进入了这个美国的 Vogue 工作。I was a sales assistant and I decorated the windows at Salon. And this one woman came in and she said, I helped her. And she said, when you graduate from college, please call me. I'm going to make you an editor of Vogue. And I sort of felt like Lana Turner in LA when she's sitting on that stool in that famous ice cream parlor or whatever. And I felt discovered. I didn't even know what an editor really was.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And she said, call me. So I called my mother and I said, this woman wants me to call her when I finish college next year. And my mother said, she's never going to call you.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She's just being nice. And I said, okay. So when I finished Sarah Lawrence, I did call her. And she remembered me and she said, come right in. I couldn't even believe my first day at Vogue. I was in shock. You were the youngest editor at Vogue. I was the youngest, probably, woman to ever be given the title of editor. Yes. 然后她在 Vogue 工作了17年呢，大家就想想吧，最近又翻红的穿 Prada 的女魔头不是拍了第2季嘛？大家就想想里面的那个，就是从一个端茶倒水的小 intern， 然后一步一步混到后面当编辑，跟安娜温图尔竞选这个总编的位置啊。那作为当年是一个就别说美国职场，现在的美国职场对华裔还是不是那么公平的。其实我讲还是有一些隐形的歧视啊，虽然现在这个主流媒体就没有职场歧视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作为一个华裔在公司里面就是全都是白人面孔，其实是会有一点隐约感觉到就是脏活累活都会堆给我，机会公平上肯定是要不如白人或者是主流的一些他们这边的。不知道我这样说就会不会 offense 到一些人啊，但是这是我亲身的感受。但更别说30-40年前的那样的美国职场，而且还是在时尚fashion industry 的这种非常严苛的这种环境里面，就很明，大家都很明，就电影里面演的那些都是真的。真的就是说大家会judge穿着，如果你走进公司，你像一开始那个女主人公刚入职的时候那种打扮是真的会被人看不起的。而且就是说如果你打扮的好看，就算你是亚裔也会有同事愿意过来跟你讲话，然后跟你聊天闲聊，就是说哎你这个衣服搭配的很好看，你 where did you get it？ 他这个 where did you get it 就是问的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然后在哪买的，就顺便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品味和消费习惯这样的。你想想吧，他那个年代就是那早年以前的被上司训斥啊 micromanagement 还种种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肯定是在他身上都经受过的。而且讲真，他一个华裔能爬到，就算他没有竞争上Vogue 总编辑的这个位置， Anna Wintour 的这个位置，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华裔能跟这样量级的人竞争那样的一个位置就已经很厉害了，有没有？就是讲真，我37岁了，我也没有升到总监跟这种普通人，别说普通人，也许就是观众里面肯定是有比我混得好的。就是讲真，他其实是一个挺厉害的。虽然就是37岁，哎，我也是37岁，那我这个人生干了什么？好像这样一比我就很失败。虽然就是失败了嘛，没有竞争上那个总编的位置，他就跳槽了。37岁之后跳槽，他去了哪里？正常人来说吧，就是你这个人生就到头了，对吧？没戏了。后来去了这个 Ralph Lauren， 哎，我也在 Ralph Lauren 工作过，感觉跟他的这个职业路径还挺像的。我感觉我还是跟他本人还是挺有缘分的。然后我的第一份实习就是在 Vera Wang 的公司里面，也是从小 intern 开始，然后慢慢就积累一些经验啊，然后就到这个纽约的时尚圈闯荡。后面我到这个 Ralph Lauren 基本上是以高级设计师的身份进去的。我的前面一份工作是在维密，就是 Victoria's Secret 做高级设计师。我的偶像薇娅万女士，薇娅万这个顶级华裔设计师也在 Ralph Lauren 工作过，她是被 Ralph Lauren 本人重金挖过去的，跟我不一样。我这种小鱼小虾，我就是面试进去的，而且是我从刚毕业就开始面试，然后就是没有面上，然后慢慢最后最近几年才去的他们公司。那她呢，薇娅万是一开始是去了一个小公司，倒也不是小公司，其实在80-90年代那种浮夸的时尚界还是挺厉害的。就这个名字呢，我不太会念，Jeffrey Bean。那这个品牌呢
呢是以迷恋剪裁和结构为成名的。它甚至为了让衣服更加的贴身合体，消除了侧缝线。它的设计不仅是衣服更像是一个穿在身上的雕塑感。那这个品牌呢选中 Wear One 其实也不奇怪，大家可以看到 Wear One 现在的设计还是保留了那种很极简很流畅的线条，就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那种设计。大家看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件小西装，就是它的剪裁，别看它是一件简单的小西装，但是你要看它剪裁内部缝线，你就知道其实一件简单的衣服它也是花了心思在做的。而且是唯一它复杂地方就是这个袖口的这圈蕾丝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蕾丝也是做的不多不少，就是刚刚好。我最近穿的最多的一件就是这件西装外套，因为它适合太多场合了。你上班的时候把蕾丝卸掉，就是一件很干净很干练的小西装。你晚上要出去见朋友或者约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小蕾丝给它扣上，瞬间呢就有一 feminine 女性化的感觉，有没有？就马上就可以出席一些场合了。就是它其实对这个极简的理解呢是非常的到位，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这种品牌看上。结果他就要去这个品牌了，他去的前几天，这个 Ralph Lauren 先生，我们也是这个美国时尚界的一位大咖，他就听说了这个消息。他早就对 Wear One 他的名气就毕竟在一个圈子里嘛，就有所耳闻，就对他这种设计的感觉，还有这种那种 taste 感觉从小培养的，毕竟在上东区长大，就是那种 taste 做耳闻的。所以呢他就花重金，花了多少钱呢？ Ralph Lauren 本人呢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开出的薪水是之前的4倍。那 Wear One 呢当时选择不再依赖父亲的支持，决然选择了去 Ralph Lauren。 And my father said, if you think you can really be in fashion, prove it, get a job. So I went to Vogue. And then after a certain amount of years, I said to him, well, it's now been almost 20 years. Do you think you would back me with a company? And he said, well, not really, because you've only worked in a magazine. So why don't you try working in a fashion company? So I went to Ralph Lauren. 那在80年代90年代初，也是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快要40岁，应该是90年代了，在美国纽约这个情况，那相当是一份上中产的薪水了，就相当不错了。然后他去这个 Ralph Lauren 呢是做饰品的总监，做一些包包甚至一些珠宝。而且呢 Ralph Lauren 先生会在成衣的这个设计的时候，这个 review 的时候也会叫来 Wear One 听他的意见，给一些就是开会看一下我们这季的设计你有什么想改动的地方，有什么意见呢？我们来可以就讨论一下，开个会讨论一下这样子的。所以呢就可见 Ralph Lauren 对这个 Wear One 女士的看好她这几年在 Ralph Lauren 的经历相当于是给她自己创建品牌，做这个婚纱设计也是埋下了伏笔。而且呢她这个设计上面是得到了很好的验证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其实 Wear One 她其实不是服装设计科班出身的，她是读艺术史出身的，而且呢也不是这种设计名校。我想再透露一个行业内幕吧，就是其实在 fashion industry 里面做得好的卖的比较好的品牌，它的创始人呢都不是时尚这个 fashion designer 科班出身的。 Wear One 是一个。那我们其实讲讲这个 Tory Burch 其实我也去他们家面试过的。为什么我对他们的这种品牌故事这么了解呢？那你去面试之前都是要做背调。 Tory Burch 他其实是一个也是做 marketing 起家的这么一个人，他就做了自己的这个品牌，结果就是火到一塌糊涂有没有？就是其实他这个时尚行业里面做得好的品牌的创始设计师，其实都是做 marketing 出身，会 branding 会第一线的了解市场跟大家需要什么样的设计来符合市场，迎合市场，来 fit 市场这个需求的这种设计师的和品牌呢是发展的更好的。有没有颠覆大家的一些对时尚行业的基础的认知？那他在这个 Ralph Lauren 本人也是对他进行了一些强有力的教学。他在 Ralph Lauren 这2年是1987年到1989年，89年我出生了是 Wear One 从时尚媒体人向时尚设计师转型的关键阵地。如果说在 Vogue 他学会了如何看时尚，那在 Ralph Lauren 他学会了如何制造时尚。在 Ralph Lauren 具体职责是什么呢？他当时作为 Design Director for Accessories， 他当时领导着一个大约13到15人的设计团队，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 Ralph Lauren 品牌下所有的配饰设计，这不仅包含了包包、鞋，还有一些珠宝
宝等品类。Ralph Lauren 本人非常看重他敏锐的时尚直觉，实战派的魔鬼训练，在 Ralph Lauren 的经历啊，被他称为实战教学 on the ground training。在这里，他深刻理解了什么是美式奢侈品，以及如何创立一个统一的品牌帝国视觉，从生活方式、家居到服装的完整链条。我觉得最主要的，他在这里学到了 consistency， 如何在不同门类品别统一这个品牌的 DNA。那这也为他将来打下在 Vera Wang， 他现在不只是做婚纱，其实早年间他已经开始做家居的一些瓷器 tableware， 还有他其实旗下还有做钻石啊，就是首饰这些的。这些经验呢，都是他在 Ralph Lauren 得到的。看到这里，读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你在时尚行业，或者是你在这个职场中的每一份经历，都是不浪费的。这也对我呢这种职场小咖非常的有帮助啊，也是有很多的 inspiration 的作用的。Vera Wang 他早年在 Vogue 做时尚编辑，然后对他整个的时尚的品味认知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是对这种消费者啊，还有这种design critique 是一种非常核心的训练。那他后来在 Ralph Lauren 的这几年呢，又作为一个 design 的实践的这种 training， 这样结合下来，其实比他如果接受正统的这个时装学院的设计要更加的适合他自己创造一个品牌，有没有？其实对我来说，我本科是学这种 animation 的，是学动画的，对于我现在的这个职业上，包括我做这个 YouTube 频道也是很有帮助的。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说，不管是在我身上还是在 Vera Wang 女士身上呢，你所有的职业经历，就小到是一个你的实习经历，其实在你未来的这个整个职场甚至创业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So after a couple of years you leave Ralph Yes. and finally your dad says I got engaged. You That's got why I engaged? left. That's why you left. And your dad says okay. Now he gives you his Yeah. backing. He does. But I'm 40. Yeah, it's not that young.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old, but I actually wasn't I mean, sure. you've done your time. I wasn't even sure I really wanted to work in fashion anymore at that point. I had very intense jobs, huge responsibility. And anyone who knows the hours. There are no hours. And also, I think when you work for those companies, it is not about you. It is about them. So when you went to set up your own company, Yes, I was tired. How you were tired? You were tired, so you set I up a was global so empire. tired, and I really wasn't even going to get married. And I mean, I didn't get married till I was just shy of my 40th, and then looking for the wedding gown is what started this. But I never looked at a wedding gown in my life before that. And I have to be really honest. I mean, my husband said to me, "Please don't come in fashion. Please look like a bride. Don't come in yogi, all right? Don't come in black. Don't come in black." So that's who really influenced me, my choice. I mean, it was fine. It was very bridal. 很多人说 Vera Wang 40岁创业是跨界天才，别逗了，他那是被迫营业。40岁那年他结婚，跑遍了整个纽约，发现市面上的婚纱全都是那种像巨大奶油蛋糕一样的蓬蓬裙，他觉得太丑了，太不自由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在当时所有人看来都疯了的决定，辞掉 Ralph Lauren 的高薪职位，自己做婚纱。当时他没有年轻人那种无所畏惧，反而充满了中年人的恐惧。他在采访里说，我当时非常累，我也非常害怕，但他最硬核的一点就在于，既然这个世界没有我想要的规则，那我就创造一个。后来呢，大家就都知道了，由于他的婚礼现场请的都是 Vogue 的前同事，还有时尚界当时的各种大咖，尤其是这个时尚编辑啊，那大家对他的这个婚纱呢就是赞不绝口，然后帮他免费宣传。大家想想那个时代，这些记者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比如 social media， 像这种网红，像我们这种 YouTuber，那当时唯一的媒介就是他们 Vogue 的这个，那相当于是整个纽约时尚圈的这个时尚编辑和 influencer 都在他的 party 啊，就帮他介绍啊、打卡这种的。结果呢，他这个名气一下就出来了，然后他的设计一下就红了。大家反感精英主义，是因为精英总显得太轻松，但 Vera Wang 并不轻松。
哪怕身价过亿，她依然会为了一个样衣的褶皱，在工作室蹲在地上干到凌晨。她甚至入驻了平价百货公司，卖几十美金的衣服。圈内人嘲笑她掉价，她却说：“我想让每一个努力工作的女性都能穿得有尊严。”她那种运动员的底色韧性，才是最治愈我的地方。什么叫韧性？韧性不是永远赢，而是当你发现此路不通时，有勇气承认失败，然后换一个姿势重新进场。这种对普通女性的同理心，在最近她和 Fabric 的合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不理解，一个早就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婚纱女王，为什么要和一个主打大众市场的品牌做联名？但我看来，这恰恰是她最反精英的地方。威尔万说，她想做不仅仅是昂贵的衣服、昂贵的礼服，更是能够让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自由和自信的衣服。在 Fabric 的这一系列中，你看不见那些堆砌的昂贵面料，看到的是极简的剪裁、利落的线条和一种不费力的时髦感。这正是他想传达给现代女性的力量。And we opened the store, and my first client was Ethel Kennedy. I mean, her son Max was getting married, and marrying a beautiful girl who was a law student.And I spent 8 months on that dress, and within 10 minutes of the ceremony, she was out kicking a football with the Kennedy brothers because they love to play football. I said, what do we work on the dress? 不管你是身处高级写字楼，还是在生活的泥泞中奔波，你都有权利穿得体面，穿得高级和时尚，更有权利保持那份不被定义的自我。下面为大家带来第一件试穿报告，也是我这一次的这个合作中呢最喜欢的一件。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它呢？也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在博物馆拍这件衣服？因为它的设计语言就是行走的建筑。大家看这件衣服，打破了传统的剪裁束缚，你可以看到它上半身极简直筒线条，配合下半身层叠的立体巨型褶。这种线条感不是生硬的，而是像现代的建筑一样，充满了理性的秩序美。还有一点，我为什么最喜欢它呢？就是它对所有的身形非常友好，不显胖且舒适，这就是我最爱它的地方，极致的身材友好。无论你是想遮住小肚子，还是修饰假胯宽，它都能在不经意间帮你完成。这不仅是设计，更是一种对女性身形的体贴。换上细跟高跟鞋，这种商务精英的干练和正统就瞬间出来了。如果是要参加高级会议、商务晚宴，它那种毫不费力的高级感能让你气场全开。下班后换上一双简单的平底鞋或者乐福鞋，它立刻又变成了随性自然。去逛街、喝下午茶，甚至出差都没问题。很多正装穿久了会累，但这一件完全不会。它这种高质感的抗皱面料，透气轻盈且久坐不皱，即便经历了一整天的长途飞行和连轴会议，你在站起来的那一刻依然是挺阔有型的。我真的是很难抉择到底是选黑色还是白色，所以我就2件都入了。黑色呢有一点小俏皮的朋克感觉，适合年轻一点的女孩子。如果大家想穿的像模特一样这种小款，就是选小号的呢，就有这种年轻然后显腿长的感觉。但缺点呢就是很容易走光，所以需要穿一件打底裤。如果想要走温婉路线的，像我一样的，你就可以选择就是大一码的。我这款呢就是 L 码的，宽松好穿，这个剪裁非常的遮你的副乳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修饰的也蛮好的。如果想显身材呢，就是选小一码的，像模特这种感觉的。我呢身高是175，体重是158磅，我穿的这件是 L 的。同时呢，这个褶皱系列因为太火了，还出了一个半裙的。这个半裙呢搭配思路又可以更多了。我选了一件经典的黑白搭配，就是这种白色衬衣啊，这种 Lululemon 这种蝙蝠袖的，不会显拜拜袖，胳膊呢也有一定的遮掩作用，非常的显瘦。然后下身呢就配了这个 Vera Wang 这次操刀的这个百褶裙，就是有那种非常现代的 chic 跟这种简洁的黑白的这种对比呢，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清新高级啊。然后我的朋友给我拍照的时候就说他想起了巩俐的一套经典造型，我说这不就是现在经典的 CBK 风格吗？黑白长裙。那我的身高是175，体重是158磅，这条裙子呢我穿的是 L 号的，还是蛮紧的，建议大家买大一码的，这样长一些也大一些。接下来
这一件的试穿报告呢，是大家问的最多的，也是我觉得本次这一个系列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一件。那它呢自带仙气啊，穿上它走在樱花树下，真的感觉自己自带滤镜。这种不规则的层叠裙摆，走起路来非常的轻盈，像是在跳舞，不用熨就有那种不完美的韵律感，完全就是我心中的婚纱级的质感演绎日常。细节不仅好看，而且是用了真材实料的。它呢是含有23%的真丝，市场上的同类别的裙子呢都要1000，至少要1000刀，差不多是1000到2000刀左右。外层非常的细腻啊，真丝欧根纱层叠设计非常的显高级，大家可以看这个光泽感，在阳光下非常有层次。很多人担心这种浅色裙子会透或者面料廉价，真的一点都不透，而且呢阳光下非常的显高级。我是没有熨烫就直接穿出去了，在微风下那种飘逸的感觉啊，简直是比熨烫的还要好看，而且它非常的耐造。我第一天穿出去吃火锅就不小心溅到了油点子，回家随手用清水一搓就干净，完全不娇气。里料是100%聚酯纤维，保证了裙型的挺阔，还不怕走光，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条裙子。那这件的售价呢是578美金，用我的折扣码还可以打掉50美金哦，非常的划算。我把折扣码呢也是打在屏幕上。它是这种斜肩的设计，不仅修饰了肩部线条，最棒的是啊，它腋下收的非常的好，完美挡住了副乳。对于像我这样有点肉肉的女生来说，它的剪裁非常友好，虽然看起来很修长，但其实并不挑个子，小个子的女生也可以冲，因为它不会长的拖地。像我这样身高175，穿上 L 号才到小脚踝，不用穿高跟鞋，还有差不多15厘米的小腿露在外面，搭配小白鞋也很法式慵懒，搭配高跟鞋呢就有一点非常正经的优雅感。裙子还附赠了一条蕾丝绳，可以像我这样把它当成 choker 来戴，瞬间多了一点时尚时髦的细节感。不管是去度假、参加婚礼，还是像我一样去中央公园赏樱花，都可以稳稳的 hold 住全场。那种几千美金的婚纱质感，现在日常就能穿出门，非常的物有所值，基本上就是非常适合我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不用熨烫，穿出门就有那种飘逸的感觉，洗护又非常的轻松，清水轻柔就可以搞定。价钱呢才500多刀，就能穿出几千美金的质感，真的是这次的最有性价比的一条。如果还是嫌这条裙子太长呢，有点压身高的美眉呢，可以选一下同款还有一件短的，它呢沿用了斜肩的设计，上衣的尾处也是这种飘逸的线条，肩带处还带了一条透明的丝带，这条丝带可以变成 choker， 也可以就让它飘在空中，非常飘逸。同样搭配的这个裙子呢，也是这次联名款的一件裙子，它呢非常的修身，非常的显瘦，而且弹性很大。怕露小肚子的美眉呢，这可是福音来了，因为我本身小肚子上就肉很多，它在小肚子处呢做了褶皱设计，有效的遮住了小肚子，非常的显瘦。如果喜欢简单线条的呢，可以来看看这一件，一眼沦陷的桑蚕丝质感，上身及自带柔光滤镜，独特的不规则单肩露肩设计，恰到好处的勾勒出了肩颈线条，腰间的精细抓褶搭配下摆的灵动百褶，走起来很像光在跳舞。无论是晚宴还是度假，这一件就是全场焦点。这件偏小，为了穿着更舒适，垂感更好，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拍大2码。我这件呢是 L 码的，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紧啊，我好不容易才套进去的，但是它是极其显瘦的，小肚子也是做了褶皱设计，帮助你遮蔽了肉肉。那这件呢也是568美金，用我的折扣码可以打掉50美金哦。穿行在艺术馆里的黑天鹅 Wear One 联名，在光影交错的石柱间，这件裙装展现了纯粹的建筑美感，法式折叠领随性慵懒，点缀的金属线条随着步伐灵动，凌厉又高级。大家有没有在出门前为了配饰而发愁的？那这件裙子呢一步到位，配饰和裙子都在一件上面，只要穿上一件，省下来思考的时间。这件裙子呢是2种穿法的，可以把纱裙脱掉，然后这件呢就变成了一件短裙，再套上纱裙呢又有另外一种风格。而且这个纱裙呢
是单独可以拿来跟衣橱里其他的衣服配的。像这件牛仔风格的纱裙呢，你自己肯定是有一件这种牛仔裙的，然后套上这件纱裙呢，就免去了买新的一件这个单品的价钱，而且呢，你还可以套用在衣橱里其他的衣服混搭，排列组合应该能穿出无数种造型了。如果你在寻找一件既能应付正式会议，又能优雅赴宴的战袍，比如说出差的时候啊，这个行李空间有限，然后需要一件正式的衣服，还需要一件晚宴装呢，你就带这一件就没错了。套上一件小西装，加上这个醋酸混纺缎面，白天的时候啊，给你足足的利落的职场感觉。晚上呢，把这个丝裙套上，露出整件的丝质感的流畅线条啊，裙身富有这种灵活性，不贴身，极其显身材。它呢，立马就变成一个优雅的天鹅一样的这种法式慵懒的优雅感。最后一套呢，完美的诠释了毫不费力的时髦感。上层是极具建筑美感的蕾丝罩衫，线条极致且细腻。它的蕾丝呢，就是 Vera Wang 它的婚纱里面的蕾丝啊，特别的精致，拿到手真的跟普通的蕾丝不一样，非常的结实，而且那种细腻的感觉是视频呈现不出来的。内搭呢，我是搭配了一件 Alo 的 bike shorts， 不仅带来了极致的舒适感，而且在视觉上超级显瘦。这种上松下紧的穿法对各种身材都非常友好，巧妙地修饰了线条，遮住了小肚子。穿上平底鞋随性日常，换上高跟鞋或者是黑色短靴，哪怕长时间站着奔波于会议、商务会议也不怕。自带一条细腰带呢，更显精致了，完美的诠释了上下比例。细细的腰带是小羊皮的，可以和其他的衣橱里的衣服混搭。最后啊，在结尾处我给大家放一个彩蛋，讲一个 Vera Wang 不为人知的一个小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黑色是纽约设计师的最爱，那也是纽约时尚人士最爱的一个颜色，黑色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那 Vera Wang 女士呢，也是把这个喜爱黑色啊做到了极致。在她第一次婚礼前面介绍这次大婚礼的时候呢，她的第一任丈夫就开玩笑的求她说，求你别再穿黑色了，求你看起来像一个新娘好不好？ My husband said to me, please don't come in fashion. Please look like a bride. Like, don't come in yogi, all right? Don't come in black. Don't come in black. 言下之意呢，就是你一定要穿白色，千万不要给我搞一个黑色的婚纱就出来了。结果后面呢，有一段时间 Vera Wang 是真的做了黑色的婚纱的，就可见啊，这个女王对黑色有多么的偏爱。而且呢，我当时在 Vera Wang 工作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办公室的装饰啊，全都是黑色的，就连卫生间的那个手纸啊，擦手纸还有那个方面的纸啊，全都是黑色的，可见女王对黑色的偏执和偏爱。而且我们在同一栋办公楼里面上班的一些其他公司的人呢，看到我们黑色的这种女生呢，而且打扮的又比较时尚的呢，他们就说你们是不是在 Vera Wang 公司上班的？一看你们这个行头啊，就是了，是不是很搞笑？那好啦，今天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录到这里了。如果看到现在的小伙伴呢，一定是我的忠实观众了，先在这里谢谢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收看我视频的观众呢，那不妨点个赞，关个注，下回更新啊不迷路。那好了，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也希望大家看得开心。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拜拜。